非有消息，菲律宾宿务航空最近说要订购152架空客 A320neo 系列飞机。对此，很多国人有些不理解，这家小公司为何如此豪气？菲律宾怎么突然有钱了呢？其实，关于宿务订购飞机的消息，我们之前就曾经提到过，说宿务要订购100架新飞机。常看咱们频道的朋友们应该不会意外。宿务航空本次的订单是102加50，50架是选择权，所以实际上与此前的传闻相符。而且它也不是订单，只是谅解备忘录，或许还有些细节没有谈拢，最后订单恐怕要在月底的范保罗航展上才能签署。但无论如何，宿务航空缺飞机是共识，肯定是要大量引进的。宿务航空成立于1996年，是菲律宾著名的廉价航空公司。关于它，我们多次说到过，它的价格很便宜，曾经有一次从广州飞克拉克只花了72元人民币。宿务航空获得价格屠夫的江湖称号，源自于它的高效与成本控制。与中国的很多航空公司不同，宿务航空的国内航班是24小时运转。例如，从马尼拉飞宿务，它凌晨3点多就有航班，没有规定说必须要等到6点钟才能出发。菲律宾是岛国，人口众多，航空产业很有优势。宿务航空的一架飞机每天差不多都可以飞10个起落，大大高于一些民航国家同型飞机的平均水平。宿务航空与亚洲航空一样，对托运行李都卡得很严，提倡乘客尽量通过 APP 办理各种手续，而且它和瑞安航空一样，也不搞无聊的乘客忠诚计划，成本因此比亚洲航空还要低。当然，宿务比亚航成本更低，更多的还是因为菲律宾的人均收入低，人力成本更低的原因。宿务的运营环境与亚航类似，两国的民航管理部门条条框框相对较少，体现到运营上来说就是比较高效。菲律宾基础建设要稍差一些，但人口比马来西亚多2倍。马来西亚航空是国营公司，竞争力稍差一些，而菲律宾航空是民营公司，竞争力很强。竞争激烈不见得是坏事，只要不是恶意竞争就好。良好的竞争可以让宿务航空一直保持战斗力。事实上，它在与菲律宾航空、菲律宾亚航的竞争中一直都处于上风。它的机队规模持续增长，2023年全年引进了18架飞机，现在它的干线飞机数量已经达到了69架，包括8架宽体的空客 A330-900新型客机。宿务航空还有18架 ATR-72 支线飞机，包括2架货机，是由它旗下的支线子公司 SEPGO 操刀运营。这是由于菲律宾小岛太多，许多小岛机场无法起降空客 A320。从现在的运营情况看，宿务的涡桨机队比印尼狮航要正常，也比马来西亚的马翼航空效益要好。有人说，因为菲律宾有很多的菲佣，他们返乡时机票是由雇主出钱，可以负担得起稍微高的票价。宿务航空是勇敢的闯将，它比较早的引进了更加省油的空客 A320neo， 是空客公司的先锋用户。它还较早的引进了330-900，给它摆满了460个座位，拉着菲佣和背包客们在香港和中东等地到处跑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。所以此次大手笔订购飞机，据称空客公司给了不少的优惠。菲律宾有1亿多人口，现在国内只有200多架客机。无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国际市场的角度出发，宿务航空引进100多架是完全可以消化的。据称这次大批量引进时，宿务还选用了 PW1100G 发动机，也从普惠那里拿到了很大的折扣。至于引进飞机需要的上百亿美元，这件事倒不必犯愁，只要有市场有技术，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中东，甚至是中国的银行们肯定都会抢着掏钱的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